奶来了。娘，慢点，慢点。咦，奶他喝。哎呦，喝上了。哎呦，秀啊，你终于说话了。俺弟叔叔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娘。哎呦，喝上了就没苦啊！你看他喝的美的，多好！你看看，乖乖，你看看，给咱妮子起个么名字吧？俺看呐，小丫头喝羊奶，就叫羊丫吧。洋丫，洋丫好，怪顺嘴儿的羊丫。咱以后就叫洋丫了啊！羊丫喝羊奶，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饿的，你看喝的，你看。俺听长春传回来的消息说，小鬼子的野心很大，战线拉得很长，也越发猖狂。但俺们的抗日武装，趁着小鬼子调离部队主力，发起了局部反攻。听到打了胜仗，俺们心里痛快，真希望小鬼子的气数赶紧尽了吧。转眼又到了该给小鬼子割麦的时候了。咱这麦子不能再喂到小鬼子嘴里了。你咋了？你轻着点，别吓着孩子。俺听说，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，饿着肚子，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，让这帮畜生吃了咱的麦，还欺负咱。俺一想到这傻条死在咱眼前，俺就恨不得把那帮畜生给剁了。这么些年不都这样？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？让小鬼子要是没了粮食，咱们全村人都别活了。咱这一把岁数了，拼了也就拼了。那咱这帮孩子咋办？要么咱让全村人连夜跑吧，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，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，咋样？风大脚，你真是年纪大了你啊，还全村跑，就不说你能跑，那老的病的他们咋跑？远的不说，就拿那铁头娘来说，傻条没了以后，这病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，你让他咋跑？俺这不是着急吗？俺知道你是着急，俺也着急。这全村的人啊，肯定都动过这跑的心思。要能跑的早就跑了。你倒是提醒俺了。你刚刚跟俺说，咱拿火把麦子烧了，是不？俺觉得可行。你是不是有啥招啊？你快说。咱不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都能听着吗？说哪的麦子又让天火给燎了，这火借着风势一刮起来，救都救不了，那麦子一转眼的功夫就烧没了，这全村的妇女就只有哭的份儿了。俺刚刚就想，要不咱把这麦穗自己收了藏起来，把麦秆烧了，咱就跟小鬼子说，是被那天火燎的，你看行不？你不是也见过那天火吗？俺确实见过，有一年，夏庄刘老四他们家有一片麦子，不知咋的突然就着了，俺们去扑麦火，越扑越旺。先烧麦穗儿，再烧麦秆儿，就说是天火烧的。大脚，这法子太好了，俺咋就没想到这个了？俺媳妇儿想出来的。是大脚跟俺一起想出来的，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。这年年这时候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，不新鲜。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，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。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，咱就留一点口粮，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，他们吃饱了才有力气打小鬼子。二叔，咱就烧那片最大的麦田，80多亩那片，咱还不能全收，咱得收一大半，烧小半，这样鬼子才会相信是天火。
那80亩旁边就是鬼子留给宁学祥的地，他也种了50亩麦子，跟这片地只隔着一条路。要是天火，最好把那50亩也烧了，这样才像。学士说，那宁学祥的地不是俺们说烧就能烧的。他那700多亩地已经被鬼子农场占了600亩，就给他留了100多亩地，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。那50亩麦子地，是他全家的口粮。俺去说，俺去劝我哥。二叔，这次让俺去吧。俺爹现在恨那小鬼子，恨得牙痒痒。俺哥也在外面打小鬼子呢。这次俺去说的话，兴许他会同意。秀秀啊，你去说是最好了。咱要是决定要干，就得快。后天就是芒种，每年芒种后，小鬼子都来看咱们晒麦收麦，在这之前就把麦割好藏好。李俊一和费双宝家的地瓜窖子都很大，也够隐蔽，而且里边还有个火炕，俺们还可以在里边烧火炕麦子。还有，让贾明他们小哥几个在山上放哨，一旦发现鬼子、伪军还有保长的影子，赶紧回来报信。这鬼子一旦来了，俺就组织所有妇女一起哭麦。这回干下来，小鬼子信了也就信了，要是不信，也许咱真的就是黄泉路上的接班人。俺老了，这一腔子血，随时撒给小鬼子也不亏。可你们，二叔，俺这一腔子血，也他娘的给小鬼子备着呢。俺只要想到小鬼子吃不上咱的麦，就算去黄泉路上，也是笑着去的。就算去黄泉路上，俺要多带几个鬼子垫背，俺早就想剥了这鬼子的皮。好了，都别说这些了，咱都得好好的。老天爷保着咱呢。对对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铁头，把这一把也磨一磨。娘，您这次就别去了。不行，这一次俺必须去。俺今天要立下3个毒誓。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，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。2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1粒米，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。3，俺宁秀秀没有爹。走吧。大小姐，俺爹呢？
秀，俺秀回来了。俺今天来是有事儿跟你说。跟别回屋，有啥事咱回屋说去啊。俺要说的事儿跟粮食有关，就在这儿说吧。好，就在这儿说。好。看看咱家这些个粮墩子哈，都空了，也有些年没装满了。这天杀的小日本啊，把俺的地呀都给霸占了，就给俺留了那么一丢丢。你知道爹这辈子最怕啥吗？爹最怕这粮仓里边说话有回声啊。秀秀，秀秀。知道这是为啥吗？说明粮墩子空了，这在提醒爹赶紧把它装满，装满了才有好日子，装满了这日子才踏实，才有奔头。不是为了俺自己，俺其实就是为了咱宁家人。为了所有姓宁的子孙后代，俺能吃几粒粮食，俺老了，吃的不多了，但是俺还是想把这些粮墩子啊装满了，装满了，俺困觉就踏实，俺就敢在梦里和你娘叫板，俺就敢跟你娘说。俺没让俺的子孙饿着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您就别跟俺提俺娘了。俺就是想和你说说俺的心思。您的心思俺明白。您这粮墩子囤得满不满，也别算上俺。俺离开宁家10几年，没吃过您一粒粮，俺也活得好好的。你10几年没进家门，今天迈进大门，就是来跟俺说这个。俺今天不是来跟您说这个的，俺要说的事比这个重要。秀儿啊，你记着。你不管说啥，爹都答应。大脚，人到的差不多了，开粮吧。开镰！等一等。二叔，大脚，每年都是芒种的时候开镰。咱都要祭拜天地，今天就算是咱的芒种，图个吉利，还是你带着大伙开个镰。请田把头，封大脚，开镰。跪，拜天地。拜神灵，拜祖先，芒种日，小心火烛，多进水源。芒种日，弯腰割麦。丰收连连，布谷声声把人欢。四代作风备高廉，16花开麦少黄。麦秋时节农人忙，镰刀稳，割麦准。大人好，入谷仓。纪念勤劳不守磨，鹤立归宗为儿娘。
多留麦秆，少留头，开镰！开镰！啥？你再说一遍。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，还要收一半烧一半。俺就是来告诉您，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，要是您同意，俺们连你的麦子一起收一起烧，您还能留点口粮。俺们就跟小鬼子说，是同一片天火给了。不能动俺麦子啊！不能动！当初小鬼子征了600亩地，就给俺剩了100亩。俺就今年这50亩麦子长得好，你们要是收了，那是多大的损失啊！啊！当初小鬼子征俺地的时候说了，不抢俺麦子。俺跟刘保长那儿也使了银子，他也保俺地，保俺粮。那是往年，今年不一样了。俺们的80多亩麦子已经烧了，小鬼子一准盯上你的地，到时候你1粒粮都收不着。小鬼子吃了你的麦子，还要在你头上拉屎。这主意谁出的？忒出了。这主意就是俺出的，也是俺主动要求来劝您的。你糊涂啊，糊涂啊！现在麦子正在灌浆的时期，啊，你现在收，那就是损失啊，至少损失1半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还要收1半，烧1半，你说俺怎么把俺的粮墩子填满啊？糟蹋粮食啊，真是糟蹋粮食啊！俺要是由着你们来，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墩子。俺要由着你们来，俺的心得疼死啊，秀啊！这事俺真不能由着你们胡来。大觉呢，俺找大姐说理去。您找谁说理都没用。大脚跟二叔已经带着全村的人在割麦子了。俺这辈子也没这么糟蹋过麦子。你嫁人了啊？你是外姓人，俺可把俺老祖宗怪罪。那俺就告诉你，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？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。那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您把麦子烧了，小鬼子1粒都捞不着，您就是俺们宁家的英雄。就为这，咱老祖宗还能怪罪您吗？俺今天来劝您，就是希望您能答应。您要是同意烧麦子，俺们连你的一起烧，您还能留点；您要是不同意，你1粒粮食都留不着。不能动俺的麦子，不能动！你走吧，不能动俺的粮食。那你就等着老祖宗怪你吧。都记着，多留麦秆，少留头。好。来，您可带着麦子留啊，也多留麦秆。多留麦秆，少留头。肚子再多留，再多留。这边有辆车，可以走了。少留头。慢点。克拉，你歇会儿，俺盯着。行。秀，你歇会儿，你告诉大家，把地上掉的麦穗都捡起来。来几个人，帮俺把地上的麦穗捡一捡。舅舅，喝点水吧。哎，大脚喝水吗？哎，不喝。大家伙抓把紧，天亮之前，前面那片麦地咱得割完。好，抓点紧。行。
俺就告诉你，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，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。等着这麦子烧了，咱得让小鬼子看出来咱心疼。咋心疼啊？咋心疼？这烧天火都见过吧？见过。1年的辛苦全白费了。等小鬼子来了呀，咱就得哭。舅，哎，麦都割完了，再等等，等中午最热的时候，咱就烧麦。还有啊，这地上的麦粒啊，要都捡干净，不要让鬼子看出破绽来。放心吧，村长。快点！哎，咱大家伙麻利点啊！来，抓紧！小云子，快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！慢慢手，慢慢手。哎，快！小云子，快点啊！哎，抓紧了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往里，往里啊！哎，时间到了，烧麦！真收了，是，他们真给收了。筐子，哎，走，咱走。你怎么？干活的人都累了，俺给张二嬷嬷送去。走啊，快点，走。哎，真收了，啥事都不跟俺商量啊？俺是不是也得去呀？大伙儿都仔细点儿，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，别让鬼子发现了。还有，再检查检查，看看有没有没烧尽的麦秆。尽量都捡干净了啊！老爷们儿都去歇着吧，就让俺们来。大家伙儿歇歇手，俺带了馍馍还有水，歇歇吧，大家。自个儿喝，歇歇拿哈。走。这上。谢谢啊。给我来俩。来。还有谁没有馍馍了？还没有。小鬼子提前来了。大兵，你快回地里报信儿。克拉，你们几个盯着。小云，
快回村里报信。俺回去帮忙。把东西收好，准备回了。还有碗吗？都收拾好了啊，都拿好，别落下哈。哎呦，把筐都拿好了。可惜喽，可惜喽！哎，落到小鬼子手里就不可惜了。俺说的是这地呀，可惜喽，可惜喽！咋了？小鬼子来了！小鬼子来了！来了好几辆车来了。俺赶紧回去把轿夫扶好。你自己注意啊！哎，走！大家伙儿，准备哭麦了！大家把身上、脸上都涂黑了啊！准备！大家准备起来！把脸、身上都涂黑了。哎，银子，你回吧，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，俺爹俺娘都在呢，俺为啥回啊？一起哭。好。大家伙快点，把脸涂黑啊！把都涂黑，全都涂上，都涂上。二弟呀，咋回事啊？这是啊？这日本子不得几天才来割麦子，咋提前来了？哎呀，是不是你们把地收了？哎呀，这麻烦大了。哥，来不及想那么多了，把脸涂黑，哭起来，哭起来，哭起来！俺的麦子。矿子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去回去！沏茶，拿桌椅。哦，好。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。伊予大さんに今年の食料が麦の収穫は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。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ただいま責任者の副隊長にお調べいたします。頑張れ！頑張れ！让他们快，都别哭了，全都赶上来。是，哎，风队长、副队长叫来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都快点！太君，曾连队长要你们把情况好好说明一下。哎，太君息怒，太君息怒，这事儿啊，您交给封队长，他可是这个村的人，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。冯议员，您放心，俺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。把您地里的粮食还给你。太君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来，这边凉了。哎，冯队长，辛苦辛苦辛苦。他娘的把事儿都往俺身上推啊！哎，不是，你熟啊，熟人好说话。来看看，这不都是熟人吗？狗日的披着黄皮当了汉奸了！诸位乡亲，你们都看到了，封逆为队长，可是你们土生土长的天牛庙人士。正因如此，封队长主动请缨来管你们天牛庙的收粮任务。但今天，你们啊，真是能给封队长脸上贴金呐！聂学瑞，你说说，到底咋回事？刘保长，聂学瑞，老村长，没错，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。来吧，说说吧，这是咋回事啊？还能咋回事啊，封队长？天干物燥，咋就着起来了呢？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，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。开始刮的是东风，后来南风又起，根本救不了啊！刘保长，你也是庄户人，这天火年年都有，
搁是谁也救不了啊！又跟俺胡说八道，咋就你们这块烧起来了？快！快呀！俺据说天火年年都有，但人家皇军信不信，这得看你们的造化了。队长，快走！快呀！王队长，你说呢？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，你们可真能起要求啊！天火，哼，亏你们想得出来，这老的小的今天都凑齐了，一会儿俺就去看看。如果发现你们扯谎，今天天牛庙村可就要斩草除根了。王队长，俺俩去跟太君解释解释吧。太君，是天干物燥，天火，天干。勝手に燃やるほどという这种事儿啊，年年都有。よくあることだそうです。俺が大佐に報告しました。今日は早めにきっといっぱいになります。俺は持ってきた車は食料いっぱいにしてよ。あの麦は天下で焼けてしました。俺には関係ないよ。あそこの麦は今から刈り取って俺的車いっぱいにしたい。森田队长已经汇报给田中大佐，今日提前收割，定满载而归。我们的车必须都装满麦子。啊，后面不是还有麦子吗？都割下来，说什么呢？装满了。这可是给俺留的口粮田，那是他们答应的，他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？说好了，开头带，从那边开始割。是。哥，你的粮食不报啊！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，老话说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呀，风水轮流转。当年跑了的小腻歪，如今回来看管你们，俺治不了你们，但是有人能治得了。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，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？看见这辆卡车了吧？这辆卡车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。乡里乡亲呢，我劝大家一句，赶紧把没烧的麦子割了装车，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割。走，后面割麦子去，站着。不能割，不能割。何よ？あ、なんかダメだと言ってました。刘保长，你说句话呀！刘保长，那是俺的麦子，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。俺知道，俺都献出去600亩了，说话得算话呀！这个时候，你让俺咋帮你呀？你使了银钱呢啊！你说的你能保俺？哎，这事别往外说呀！你他娘的收人钱了！不是，你听俺说，你歪了，听俺说。受け取ったらしい。今天是皇军开恩，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太君。这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，太君，我就谢谢太君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。俺去求情还不行吗？俺去跟他说，冯队长，等会儿啊。太君，那块地不能割呀，那块地是宁学强的，当初藤田大佐亲口答应留给宁学强的，求你了，太君。人都打什么运动啊？哎，慢点！要干嘛？快点！队长！你们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本事？活该你们大宛小国积贫积弱，永世不得翻身，不得好死！何を下げろ？ふの悪口を言ってるそうです。安哥！3个人！
天下だと叫んでいます。天火着起来了！天火，救火呀！救火呀！救火呀！天下、本当に天下なんですか？もういい。あの2人に伝えろ。俺が食料が欲しいです。彼と俺と約束したよ。もし俺の車は食料足りないとか、食料が歪的，全都看着谁给你带了？彭队长，那天队长说了，他不管添火不添火的，要是只是粮食，今天的车必须得装满了。要是装满粮食交不了差，就唯你是问。崔队长，您放心吧，我保证。把您的卡车装满粮食。どうかご安心ください。必ず夜まで俺の車に一旦してよ。帰ろう。好。今晚之前必须装满，知道吗？はい。麦子藏起来了吧？这是被镰刀割过的麦穗吧？麦是你们割了之后又点的火吧？哎，你看看这是么？这是么？俺告诉你，那是救火的时候割的，再不割，全村的麦顺着风就烧完了。说他娘的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嘴呢。风大脚，俺知道你骨头硬，不怕死，但是今天因为你这张嘴，全村人的性命都得搭上。你以为你不是俺哥，俺就杀了你！梅花，梅花，我现在就崩了你这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！疯你了，你疯了！他是你亲弟弟。俺没疯。你们怎么治死俺爹？怎么饿死俺娘？你们是不是都忘了？俺娘和俺爹的命，你们人人都有份儿。爹，娘，你们在天有灵，睁眼看看吧。兄弟们今天给你们个公道。冯立伟，不要作孽！你爹当年的死跟乡亲们没有关系。你不要像你爹一样！你他娘的还敢提俺爹！让！村长！村长！村长！走！让！有这事！哎！冯明伟，你疯了吧？你是？二叔，冯立伟，你爹当年带马子屠村，你比你爹更胜一筹，给日本人当狗！让你妈！俺知道
在哪儿？俺知道。可是他爹，他娘的贱骨头，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把他放过来，快滚！可是他爹，在哪儿啊？粮食藏哪儿了？俺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把全村的人全放了；第二，让俺把俺弟抬回家去。我他妈去！他妈跟俺讲条件。哎呀！月儿轻轻垂帘过山谷，带我看那风尘的乡土。岁月一朝一夕的沉浮，使我心安处。万物有时生长于荣枯，不落幕生命的起舞，那样的明媚，我和万物。汗水奔赴这苍茫，浸润时光的行囊。人生几多漫长，我用随芒丈量。点一盏灯火回望，土地的年轮延续山川的脊梁，托起部落的太阳，馈赠春光和麦浪。汗水奔赴这苍茫，浸润时光的行囊。人生几多漫长，